大家好，我叫贝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上一期视频我分享了过去1个月我在台湾看病的一个感官上的体验。那今天呢，我将从5个方面分享我的观察和感受，欢迎屏幕前的您一起补充，一起讨论。那先说说著名的台湾健保吧。那我之前也只是听说，但我真的使用的时候还是被吓了一跳。你看啊，我拔了3颗牙齿加补了1次牙，包含了2次就诊、2次手术、2次拆线、2次 X 光，1次补牙。大家猜猜我总共花了多少钱？一共花了1100块台币。哇！然后我看了一下它收费的细项，基本上只收了一个挂号费。挂号费是150块台币1次，偶尔还会收一个50块钱的医疗杂费吧。然后像 X 光啊、医生手术的费用啊，还有开了很多什么止痛消炎药，基本上都是免费的。Nice。而且交钱的顺序也是反着的，就是你先在医院看完所有的病，最后再去交钱就行。接下来说说为什么我觉得在台湾看病的流程非常的顺畅，非常的高效，体验也不错。第一方面，我觉得就是民众真的非常守规矩，特别自觉，不插队，不喧哗，有序就医。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就是看诊的流程的设计。其实在上一个视频里我也有详细的介绍，每一个诊室都是1名医生加1名护士这样的组合。那护士就像是一个超级秘书，把患者进入诊室之前和出了诊室之后的所有的一切都安排的明明白白、妥妥当当，医生就可以真正的做到专心看病，把他的时间最大化的用在患者身上。就是这样的配置说起来真的是挺不起眼的，有什么呀？但我觉得就是这样平平无奇的巧思，让整个看病的流程真的是严丝合缝、紧锣密鼓。医生和护士可以就聚焦在他们的专业上，让医疗资源很科学的、最大化的被利用起来，患者的话也能得到更好的一个就医体验。那最后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志愿者的存在。那在上一集我也做了比较详细的分享。那如果是老粉丝的话，应该看过我之前摩托车考证的那一期视频，我也提到了志愿者。就是在台湾真的是有一种非常浓厚的志愿者文化，他们在很多的公共场合和机构都存在。我觉得这是有了他们，让社会变得有温度、有效率。咱们看结果的话，就是几个志愿者穿了个马甲站在那里，然后大家问他们问题，仅此而已。但我觉得可能要看到背后一条隐形的生态链，包括那么多机构都在招募志愿者，志愿者的招募，然后志愿者的培训，志愿者的考核怎么做等等等等，这些环节都得做得好，才能有一个这样的良性的循环嘛。而且这些志愿者确实也没啥报酬，不是为了什么功利的目的啊。像是我是学生啊，我要当志愿者累积一些点数，方便我在学校评优秀，或者是单位发文了，说最近大家要奉献爱心，这段时间志愿者又挺多，过了几个月发现志愿者又没了。还有像是当志愿者就是为了领一点微薄的报酬，或者是领个盒饭什么的。那说到这儿呢，我就发现这段时间在台湾生活以后，我觉得这里的人功利心真的不是很重。就是你挣很多钱，你也不会被高看一眼；你当了很大的官，大家也不会更爱戴你啊什么的。大家对成功啊、幸福的标准是非常多元的。我想这也是志愿者文化能够很好的在台湾生长的一个原因。接下来聊一聊医院的构成。那在台湾的公立医院并不多，只有一少部分。那其实民营医院才是构成台湾医疗的主要的中坚力量。像是街道两旁就随处可见有很多的小型的私人诊所，还有像我去拔牙的这个医学中心，它也是私立的。但是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它健保都是覆盖可以报销的。所以说到这里，我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陆和台湾的患者在就诊思路上有所不同。那怎么个不同呢？就拿我和我周围的亲友来说吧，就一般大家生个病，第一选择都会去公立医院，而且第一选择里的第一选择一般都是去市里或者省里的甲级医院。特别是像北京这样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的地方，那往往也集中了全国最难治疗的疾病和患者。那这就会出现一些情况，比如说挂号难，特别是专家号，还有像你拍一些片子啊、核磁什么的，可能要等那么几天，还有像住院啊，你要等病床也要等那么一阵子等等。但这些因素都不会影响大家的选择，大家还是倾向去这些大
大医院看病。那在台湾呢，我发现大家生病以后第一选择并不是去大医院像很多人都会选择去私人的小诊所或者是地方医院。那我就挺好奇的，说为什么呢？不是医院规模越大，等级越高是更好的吗？那我在查了一些资料之后，我大概了解了为什么台湾人不会往大医院挤的这么一个原因当然这肯定不是什么专业的分析了，欢迎大家来补充，我们一起讨论。那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就以我所在的台中市吧，就是台中市的医疗机构的数字统计。那在台湾按照医院的规模从大到小这么排的话，在台中医学中心是有4家，区域医院有11家，地区医院有45家，私人诊所有1633家。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数字的时候还是有点惊讶就是台中市和北京的人口密度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面积只有北京的1/7，而且台中还不算台湾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了。那这么推理下来的话，我觉得台湾的医疗资源还是比较充足的，而且分布比较均匀。像有时候我会跟着公公婆婆去乡下看长辈嘛，那乡下我也能看到很多的私人诊所和地方医院，而且再不济台湾那么小嘛，你开2个小时车也能从乡下开到市里最好的医院了。所以我觉得这大家并不是非得要去大医院看病才行。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在台湾有很多这样的小型的私人诊所，而且他们往往是专攻在某一个领域，比如说是牙科呀、妇产科呀、肾脏啊、糖尿病啊等等等等。大家想如果一个医生能够脱离医院这样的大平台，自己出来开诊所，想必他的技术和他的声誉是非常好的。那因此那有病去诊所看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而且患者和医生可以建立一个更加稳定长久的关系。那这样的话跟大医院比的话还是有不少优势的。这就是我看到的两岸在就诊思路上的不同的原因的分析欢迎屏幕前的您补充和指正啦。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个稍微有一丢丢敏感的话题，就是医患关系。在我看来，就是台湾的医患关系并没有很紧张。一方面我觉得是这里的医疗资源比较充足，并且健保比较给力嘛，就是看病便宜并且方便，几乎人人都看得起病。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是台湾已经把医疗做成了一项服务业，就是医生的技术和态度都是包含在这项服务里的。那你想都服务业了，那当然要尽可能的给上帝提供更愉悦的一些体验了那我过去这1个月在台湾就诊的经历，我确实没啥可抱怨的。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医生和护士对我的态度，很亲切的沟通，加上他们专业的技术。最后一点我想分享的是，我每次去医院都能看到很多老人来看病，但是他们看起来真的挺精神的，就走路说话都挺利索的。我就在想，他们应该是把去医院已经当成了一种习惯，比如说定期去医院做检查呢，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下管理自己的健康。我觉得这就很符合现在一个流行的概念，叫做预防医学，就是不要等到你生病了再去看医生，就是要定期做体检身体有不舒服就去医院看一看这样的。那我就联想到自己家里的老人包括我的爸爸妈妈其实也包括我自己，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心里的潜意识就是如果身体有点小病你就忍忍得了，然后去药房开点药自己先吃一吃。那如果是实在忍不了，或者是必须要去就医了，才会去医院看病。就觉得每次去医院特麻烦特折腾，然后做一大堆检查开一大堆药，虽然有医保吧，那也挺花钱的。我觉得在这方面还得向台湾学习，就是要重视自己的身体，更科学的管理自己的健康。好了，又说了这么多以上就是我这1个月在台湾看病的观察和思考了。说点实在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嘛。你说谁希望自己生病的时候，还有自己家人生病的时候去医院看病，还要受委屈还要糟心这种，对吧？如果我们能看到别人的优点吸取积极的经验，尽可能的去影响和创造出一个更好的环境，那最终受益的肯定是我们每一个人，您说呢？好了，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了，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视频再见了，拜拜。